在夜明湖畔答应过我什么？你说过，将来我们在战场上相遇，你饶过我2次。在齐星道殿已经用过1次，现在只剩下1次。可以，1次总比没有好。我现在就要用。好，那我杀他。你杀他和杀我有什么区别？有道理。不过你确实比之前强大了很多，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是怎么逃出朝阳城的？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有机会我可以慢慢给你讲。我不感兴趣，我还是对杀你比较感兴趣一些。哎，你不是刚刚才同意饶过我1次吗？先前我已经饶过你1命，现在是新的战斗。叶红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啊？废话少说，你们俩一起上路吧。嫂嫂为了我，竟然可以不顾一切，显现冥王之女的身份。
见过神座大人。你们果然一直跟着我。掌教有令，让我保护神座大人的安全。就凭你！你想干什么？掌教有令，叶红鱼若有异心，无需禀报，就地处决。桑桑为了我，竟然可以不顾一切，显现冥王之女的身份。虽然躲过了叶红羽和各路人马的追杀，但我不知道这世界还有哪里能容得下我和桑桑安身。啊，不想走了？说好了，啊，不许老，不许死，等我回来孝敬你。滚！又咋了？
我看你哭了没？走，滚吧！去霍霍别人去吧！将军，咱们去哪儿？跟我走！太好了，终于到渭城了，我们又可以见到老马了，我又可以喝到渭城的酒啦！我们得绕过渭城。我们是不应该连累渭城的百姓，只可惜这样就见不到老马了。肥货，停！我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，舒碧湖的味道。老大，这是谁的地盘？商人的地盘。没错，老子的地盘。老马，老马，老马，干嘛？哎，老马你，老马你干嘛？哎，老马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书院的13先生，然后又打败了镇北大将军夏侯，一战成名。啊！老马，怎么着？你忘了吗？你忘了渭城是你的家了吗？你忘了渭城还有我老马吗？还有你！你家少爷不懂事儿，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？你现在可是明王之女，你怎么一点礼数也不懂啊？啊！我永远都是那个小黑丫头。你这个老马，你看着我干啥？疤怎么多了一道？舒碧湖没有人收柴火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这2年金帐王庭的人呐，势力越来越大了。他们常常在这一带啊，假扮成马贼，骚扰咱们边境的百姓啊。我老马不出马，谁又能出马呢？这不，你也走了，我等于少了一个左臂。哎呀，左臂没有了。自然，这左边就多了一道。一把年纪了，别打打杀杀的。对，不打打杀杀的，这不正好你回来了吗？你砍柴，我喝酒。还能喝不？比以前还能喝。好，啊，走，跟我回去喝酒，跟老马回去喝酒。咋了？我和桑桑这次惹了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大到没法子解决。所以在没解决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回唐国，更不能回渭城。这事儿要是一直不解决，你们俩就一直这样流浪下去？只能这样。说什么丧气话呢？啊？舒碧湖什么地界儿？老马的地界儿，啊？渭城那是老马的地界儿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回渭城，
让你们俩过得舒舒服服的。走。老马，我和桑桑也想回去，但我不能把麻烦带回魏城。废材！你以为你绕过魏城，一切就平安了？那以后该怎么办？不管你今天怎么说，我绝对不会回去。臭小子，敢跟老子这样说话！的确，咋就不能回去说句话呢？你这娃娃走了那么多年，见过那么多世面，老马呢，一直窝在这魏城里，哪儿也没去过，啥也没见过。你都回来了，咋就不能进屋说句话？哪怕跟老马喝一杯酒呢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将军，发现3名西陵的人在跟踪我们。干掉了。哦，收土豆。哦，宁军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太是老样子。哎，慢点，干嘛呢？哎。你留这儿，你过来，跟我进去。马将军，把嘴闭上。过来，这儿，手在这儿。谁都不许进来，小心西陵的人。是。哎呀，土豆终于到家了，下手吧！草原绿绿的，草原绿绿的，名山茫茫的，名山茫茫的，宁缺今天回魏城，宁缺今天回魏城，大家心欢喜，大家心欢喜。马将军，敬你一杯。啊，来，马上。
公主抱，公主抱都会吧？啊，来吧，来，一个公主归我抱。行啊，你我下一个，三个公主归我抱。老马啊，当初就是你，非要让我趟这趟浑水。你不是老说着要修行修行，所以我就推荐你去。你任务完成得很好啊！我这次差点没出去庆生，就死了。哎，你死不了，你小子命硬啊！别人都死了，你死不了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要是死了，你上哪儿哭去啊？你就这么舍得让我去？来个屁话！哎，给我倒酒。倒酒，倒。醒醒！今天喝的太多了，走，回屋睡。走。走了，回屋睡。老马，老马，哎，别吵了，老马，让他赶紧睡吧，小心点儿。你站稳，喝口水。少爷，你看，马将军把咱们的小屋收拾得多干净，还跟原来一模一样。他这是想让我们留下来。是啊，感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渭城守军军卒宁缺，奉将军命到。滚进来吧。你饿了吧？葱花面。再吃一葱花。还有什么？煎蛋。好。捡到你这个小黑丫头，我倒8辈子霉。那等你先活够8辈子再说。
我和桑桑留在老马这里很好，有吃有喝，不用杀戮奔波。可总不能在这里躲一辈子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不能连累老马他们。桑桑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走。哎，哎呀，还是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将军，西凉那帮人到处找你，不是让你跟他们喝酒吗？我喝了，那不就结了吗？不是，他们酒醒了，接着喝。又醒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弄死他们。走。嗯。
不行啊，宁缺这会儿还没走远呢。没事，会他们。好。少爷，我们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，马将军醒来发现我们不见了，肯定会伤心的。老马舍不得我们一直逃下去，就想把我们一直藏在渭城。但这样一来，他背负的太多了，渭城也会背负太多。我又怎么舍得让这种事情发生呢？陪我走。怎么照顾大唐的贵客的？诸位呀，没喝好，没照顾好。来，接着喝。来，倒酒。世香，你这个叛徒，说啥呢？我们怀疑你窝藏明王之女。我怀疑你昨天晚上偷了刘大婶子的羊。你胡说什么？就凭你胡说呀？啊？这一大清早又来胡说什么？我包庇明王之女，证据呢？证据呢？啊！马世香，自我到渭城以来，你整日喝酒作乐，眼下大敌当前，你这样何时才能够找到明王之女呢？我包庇个屁上的明王之女！西陵的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这是渭城边关重镇，除了守城之外，别无可欢呐。我不喝酒，我干啥？啊！再说了。我马世香是唐国的军人，还轮不着你一个西陵的神官调遣。别跟我说什么西陵的这一套，老子不信。很好，我告诉你，马将军，我希望你能记得今天所说的话。我会把你的态度当作唐国的态度禀告桃山。从此以后，给唐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你能承受得起吗？宁缺和桑桑是我大唐的人，有出入大唐的自由。哼，你只不过是一介莽夫，你能代表唐国陛下的态度？马世香，你给你们唐国惹上大麻烦了。报！将军，陛下手谕。唐国都城动用了传送大阵。传送大阵，哎呀，诸位，这是我大唐陛下的亲笔手谕。唐王的手谕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让他去，识字不？既然识字，那就是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，我劝你们，赶紧从渭城给我滚蛋！啊，如若不然，我把你们几位扔到岷山去。
阴山的狼可饿着呢。你，马师兄，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出来了，都在呢，在呢。那再唱一个。出了门来自觉得狗子朝后，狗子朝后。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，放在前头，走一步，退一步，等于没走，没走。高脖子第板凳的都是木头，木头。一个公子我来抱，两个公主我抱下，一大舅，哎，一二舅，哎，都是你舅，都是你舅的。公牛母牛它都是三口。都是三口！哎呀！西陵的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这个魏城啊，粮草短缺，所以啊，这个面呢就没有二位的份儿了啊！兄弟们，那咱放饭。放饭！放饭！走！他们，哼！大师兄，你就安心养伤吧。小师弟不会有事的。药太苦，那就吃点甜的。我吃不下。老师现在还在闭关，不知何日才会出来。小师弟他们还有危险。桑桑，你累不累？有少爷陪着，不累。我不想把头顶这片乌云带进汤城。我也不想。桑桑，你身子越来越寒了。读经书好像也不怎么管用。看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，让你好好养病。哪里才算得上稳定的地方？东荒。东荒，那是荒人的地方。那我们就去做荒人吧。的确很冷，应该是到荒原了。
黑货，停！我出去看看。荒原的朋友，你们在吗？该出来了。十三先生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并不是很想见到你。既然见了，那便是缘分。说起你妹妹唐小棠，在书院的那段日子，我可是对她格外照顾，一直劳心劳力地对她言传身教，很是辛苦。不过，就冲她每天叫我小师叔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抱歉，我实在看不出来，你在唐小棠身上花了什么心思。我妹妹进入书院之后，你被关进了思过崖，后来，她便拜到了于连门下。不过我很庆幸的是，夫子没有把我妹妹交给你这个倒霉鬼。去年冬天，我帮你杀了夏侯，他可是你们荒人的大叛徒，你该怎么感谢我？谢谢你。其实没有你，我也可以亲手杀了夏侯。完了？不够。我荒人一向热情好客，不如我派人给你多备一些好酒好肉，祝你旅途顺利。我们再也不要相见。不行，带我们走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她是冥王的女儿，如果收留你，等不到明年春天，我们荒人就会被世间围攻灭族。就算你不收留我和桑桑，世间诸国一样会灭你的族。但如果收留你，只会加剧我们和西陵之间的战事。我们荒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转型。收留我们，荒人就会多一个很棒的战士。最关键的是，有我在，唐国、书院绝对不会加入对荒人的战争。抱歉，宁缺，这事关我族人的生死，你不要再企图寻找我们，也不要继续再向北。我们不喜欢你。让我们留下吧。我和少爷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，请收留我们。冥王之女。对呀，你们荒人拜的就是明君。祭拜，并不代表喜欢，而更多的是惧怕，是祈求他不要伤害我们。这会儿明君的闺女都来了，你们还不赶紧供上？不然他老爹来了，一路把你们杀个片甲不留怎么办？唐，纵然我们是惧怕的，
但他身上的一切确实是我们传说中的预兆，我们不能收留他们，但也不能驱赶他们，毕竟他也是我们祖辈的信仰。你认为该如何处理？不如交给大长老，或许冥王的女儿降临在荒人的国度，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转机。哎，这位兄弟说的对，好，考虑一下。好吧，你跟我们走，但是我不能保证长老们愿意收留你。多谢。那个大长老会收留我们吗？别担心，你知道你少爷最擅长哄老头子开心，搞定大长老没问题。赶紧喝一口。这酒挺好喝，多喝一点。桑桑，咱们终于有落脚点了。光明永远不会犯错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荒人部落，魔宗之地。宁缺果然去了那里。荒人自身难保，他们居然还敢收留。魔宗信奉的正是冥王，那我们岂不是陷入了被动？我们要不要即刻出兵？叶红宇，你在泥塘与冥女交过手，说说看，冥女究竟是何等境界啊？冥女的境界超乎想象，无法评判。是吗？既然境界超乎想象，为何偏偏只有你一人活着回来？冥女尚知人性，不会杀我，而掌教您，却是想要我命的人。叶红瑜，本座从未想要你的命，本座只想要你的忠诚。我叶红瑜只忠于正道。这酒挺特别，桑桑，你也尝一口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们长老啊？过会儿。过会儿是多久啊？赶紧的。少爷，少爷，
只是放了一些松散心情的草药粉而已，让他好好睡一觉，没有任何伤害。我只是没想到，这酒对你竟然没有用处。你果然是明君之女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长老会对你们的到来持什么样的态度，但是我知道，令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，所以，我希望他不要干涉我们荒人内部的讨论。我明白。如果长老不同意收留你们，你们会死。我们来这里，本来就是一场赌。但那是他要下的赌。少爷做的决定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我都能承受。13先生的信物，我先拿去给长老过目，请你理解。对了，少爷还是睡在马车里，我看着他，才能安心。哎！结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宁缺和桑桑去了西荒，我就回知守关看看，就看看。你来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作为西陵裁决大神官，你觉得我会如何处置宁缺？你杀了他，叶红玉，我跟你拼了！叶红玉，你个臭鱼烂鱼，你丧尽天良，你泯灭人性！骂够了没有？没有，你就欠吧！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。我跟你没完！起来吧，我还没空杀他呢。没杀他。我只是问你我会如何处置宁缺，又没有说我杀了他。那你怎么处置他的？我都不知道他在哪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他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忍心杀他？你这么在乎一个唐人，掌教和观主会不高兴的。好歹我也算半个唐人，他们总不能杀了我吧？你这半个唐国人的身份，怕是也维持不了多久。什么意思啊？都说明女离世，唐国大限将至，你觉得西陵会放过灭唐的机会吗？你是说，西陵要和唐国开战？
是否开战我不知道，但是西陵集结的重甲骑兵已超过10000人。一旦开战，以你知守观观主之子的身份，你会站在哪一边？你是说冥王之女现在在你们的部落？我亲眼所见。竟敢收留冥王之女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一旦消息泄露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会加速你们的灭亡，而且西陵也不会放过你。所以，我来见你，希望你能给荒人一线生机。你是想用冥王之女做筹码？不错。一个冥王之女可不够，还要加上宁缺。而且我等不了你太久，所以必须今晚。不然的话，我非常乐意借此机会，让西陵骑兵加入战局。你是一个识时务的荒人，能不能拯救你的族人，就看你接下来怎么做。记住，今晚。大长老，西陵那边的人把我们打的是节节败退。大长老，其实我觉得，反正都要和中原人打，所以留冥王之女也没什么。啊？这几年，西陵一直没有投入真正的力量。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收留了冥王之女，你们以为战争还会以现在的模式继续下去？到时候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现在的10倍之强。等待诸国增兵，等待西陵神殿无数次的派强者来到荒原之上。这和他们一起来有什么区别？终究还是要血战一场。他们再强大，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时间，最重要的是时间。如果没有此女的存在，中原诸国和西陵都还会想着保存实力，让他们死在我们手中。我们要珍惜时间，让妇人们生出更多的孩子，让孩子们变成真正的战士。没有时间，我们是顶不住的。令爵承诺我们，如果我们收留他们，书院就不会加入到这场战争。如果书院2层楼的强者都来到这荒原之上，那可远比西陵大军还要可怕。宁缺随冥女一路逃亡，等于背叛了人间。书院凭什么因为他保持中立？我以为他的话根本没什么可信度。大长老，我们荒人祭拜冥王1000年时间，如今冥王的女儿流落在世间，我们却不能收留，不能保护，那1000年祭拜还有什么意义？大长老，唐，我们既然祭拜了冥王1000年，如今也是应该让冥王为他的子民奉献了。元烈，你想怎么样？大长老，冥王之女举世之敌，我们应该将她
交于西陵，就可以换来我们5年的安稳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们可以不收留，但绝对不能陷害。这会将我们荒人在世上陷于不义。唐，整个人世间，用什么仁慈对待过我们荒人？你们明明都知道，这5年的时间对我们有多重要。元烈，不必再说了。当我在见到这个女子的那一刻，我就在想，牺牲她一个，将换来我们整个部落的转机。大长老，不要因为你的犹豫，让整个部落的未来毁在你的手里。住口！这不是一个荒人能做出来的事情。你想怎么做？你想让整个部落毁在你的手里吗？好。谁啊？请借一步说话。怎么了？抱歉，长老们不同意你们留下。那你先起来。理由呢？我们不希望迎来更为惨烈的战争。没有别的选择吗？长老们不希望在此时与西陵为敌。他甚至决定牺牲你们2个，换来更多的时间，从而赢得让更多荒人活下去的机会。他想杀了我们，所以，我来救你们走。宁缺他喝了糖给的酒。看来他们要动手了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先让你们过去避一避。那个人真的会带着冥王之女过来吗？我也很好奇，所以便来看看。停在这儿的马车呢？不知道，但好像元烈将军来过。传令所有战士，一定要找到大黑马和马车。是，走。